欢迎大家回到爱生的频道。一个多月以前，有两个人被叫到北京开会。萧红是 Manus 的 CEO， 季义超是首席科学家。两个人原本住在新加坡，他们拿的是中国护照。一个多月以前飞回国参加国家发改委的会议。这个座谈会很短，问题也很简单。你们把在中国开发的 AI 技术搬到新加坡，然后再打包卖给美国人，出口许可证办了吗？没办。所以会开完，两个人被告知你们暂时不能够去新加坡了。停在这一刻，大家想象一下，和 Meta 的交易已经达成了， Manus 以2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而几个创始人即将赶赴硅谷，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护照还在自己口袋里头，机票还在，航班也没有取消，但是他们就是已经出不了国境了。而这个交易是扎克伯格历史上的第3大手笔，20亿美元已经签了字盖了章，打进了他们的银行账户，真实落袋为安的钱。这三个人他们用3年时间把一家公司从零做到最具有潜力的 AI 独角兽之一。全世界的科技媒体都在写中国 AI 创业的传奇故事。萧红的名片刚刚印好，他的新头衔是 Meta 的副总裁，而下一步他们就是带着 AI 的光环跟硅谷的资源去改变世界。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创业者梦寐以求的最好的结局。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在这一刻都被按下了暂停键。那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是吃完了武汉光谷的孵化器优惠政策，在武汉市政府的网站上当了一回搅动全球创新的蝴蝶，然后你把本地80多个员工裁掉，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删除得干干净净，转过身把中国 IP 的用户都封禁掉，然后飞去新加坡换了一本注册证，就以为万事大吉，可以彻底撇清跟中国的关系了吗？所以其实本次禁令下达，发改委的意思非常清楚，公司的户口你可以签，但是代码的户口你签不了。一个多月以前发改委只是把人给扣下来，但是今天他是把整笔交易一起都摁死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件事情从出境的禁令变成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的 AI 并购封杀令。其实萧红跟季义超他们当初走的这条路设计的是相当漂亮。萧红1993年出生，江西人，华中科技大学软件工程毕业。他不是那种技术天才，他是那样一种知道怎么样把别人的技术天才变成是一门生意的人。他的搭档季义超主导技术，而张涛呢，主要是负责产品跟设计方向，三个人各司其职。大学时代，萧红曾经做过微信漂流瓶的周边工具。毕业以后，他在华科校门口的关山大道300米内连续创业，比如一半编辑器、微半助手，每一个都曾经攒到过200万用户，但也都不是什么改变世界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东西。这个连续创业的过程，几乎每一步都是踩在平台经济的缝隙里头，闷声赚到了钱。2022年，他创办了蝴蝶效应科技，推出了 Molika， 这是一个浏览器 AI 助手。你可以把 ChatGPT、Claude、Gemini 那些大模型装进这个浏览器的侧边栏，随时调用不同的大语言模型为你服务。这个插件一度累计了100万的用户，所以萧红他本质上不是自己造大模型，他只是造那些怎么样非常聪明的让用户可以更加方便的使用大模型的工具。而季义超明显是另外一种人，他17岁就辍学开发了梦马浏览器，成为中国下载量最大的个人开发者开发的 iPhone 浏览器。他被福布斯曾经评为30岁以下30位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也曾经被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评为是35岁以下的创新者。季义超他真的是那种技术天才，但是他最清楚自己的边界。他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就是
我不太喜欢商业化，我也很讨厌跟人打交道。他观察整个 AI 的创业圈，评价就是有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乔布斯的命，但却得了乔布斯的病。所以当他要挑选合伙人跟 CEO 的时候，他的标准并不是选那些聪明人，也不是选什么名校啊这种光环跟背景，他看重的是这个人必须要非常正常，身心健全，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没有任何极端思想。在这个行业里头，他说找一个正常人本身是极度稀缺的，而萧红恰好就是这种人。2025年，这3个人联合推出了 Manus， 一个4分钟的演示视频，在一夜之间邀请码可以在黑市炒到接近10万块钱，而等在这个邀请名单上的人一度有260万人。有人说这个是精心设计的饥饿营销，有人说这个是付费铺量的稀缺性炒作。季义超当时在网络上情绪非常激烈的回应这种批评，他说如果有付费宣传，我使全价。但是不管怎么说，争议归争议，那些数字是真实的。武汉市政府的门户网站连夜发了一篇夜访 Manus 研发公司，搅动全球的创新蝴蝶从光谷飞出来。接下来湖北日报也跟了3篇专题报道，铃木新闻当时写评论说，这个是武汉的 DeepSeek 时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吗？地方官员排着队要给你送新闻送关怀，武汉国资委的投资传闻满天飞，多家大厂主动上门来接洽合作事宜。作为武汉光谷创业生态的皇冠明珠， Manus 当时是地方政府年终考核的 KPI。 但是1个月之后， Benchmark Capital 打来了电话，这是一家硅谷顶级的风险投资机构。那个时候他给 Manus 的估值是5个亿，然后想要用7500万美元来投 B 轮融资。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跟中国切割，不是说你要减少中国的业务，而是和中国彻底切割。你要把总部搬到新加坡，把核心的团队全部迁移过去，把中国的实体彻底清空。为什么呢？那这个事儿要从2023年8月份说起。拜登总统那个时候签了一份行政命令，对外投资审查令。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命令让美国的资本从此以后不准投中国的 AI 芯片跟量子计算机这种类型的公司。不是说审批之后可以看看能不能投，而是直接就完全禁止了。这个禁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2025年1月1日那一天起，全世界所有用美元做 VC 风投的基金都不能够碰中国的 AI 公司。而美国总统签字生效以后，这就是 Benchmark 这家风投他们必须要遵守的法律。你如果继续是一家中国的公司，那这样一笔7500万美元的这个投资就不能够出，不管你的这个产品有多好，增长有多么的显著，用户积攒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中国跟美国这2个国家是世界上对于 AI 投资资金最雄厚的国家，但总体来看，中国的投资金额还是不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这个 AI 指数报告给了我们一个数字，2025年美国 AI 投资的总额是2859亿美元，而中国是124亿美元，这个比例是23:1，而且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2024年那个时候的差距是12倍，现在已经跳到了23倍。对于中国的 AI 创业者来说，你面前其实有2个资金池，一个是相当于浴缸的大小，而另外一个是泳池的大小。所以这个就是 Manus 这个事件整体因果链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美国人他先立了规矩，说不准投资中国的 AI 公司。很多世界上很多大的风投，他们必须要遵守美国的这个法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创业者他们被逼迫着要出海洗个澡，换一个身份。所以新加坡洗澡
是一个独有的名词，它并不是中国创业者的发明，它是被美国的这个制度给逼迫出来的产物。不是说萧红他想跑，而是整个的游戏规则告诉他们这个创业团队，你如果不跑的话，这7500万美元就到不了你们的银行账户。你如果不把中国的身份彻底洗干净，到后面你能不能拿到更加厉害的投资者，比如说像 Meta 这样的公司，他们就绝对不会碰你。萧红他之前做的那些产品都是一些在缝隙里面找金子的东西，他太懂中国的 B 端市场的苦了，客单价低，定制化重，甲方永远都想要白嫖，平台一旦更改了规则，你就会死。所以当 Benchmark 这个风投他们带着美元跟通向全球市场的门票及时出现的时候，对于萧红跟这个3个人的创始团队来说这个不是诱惑他们背叛自己的祖国，而是一个及时洗干净了之后上岸的机会。说实话，在这个阶段，我不忍心去责怪来自于中国的 AI 创业者，他们曾经在泥潭里头折腾了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看到 AI 的风口，抓住了机会，上岸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会不拼命往上爬吗？不会。但这就意味着他们3个人都是无辜的吗？其实也不是。季义超他这个人不太一样，他是技术人，其实他要的是全球级的 AGI 项目，他想做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突破。那中国或许给不了他这个舞台，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中国芯片的技术跟方向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Benchmark 递出来的这个橄榄枝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终于可以不受限制的做他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东西。即便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想要不顾一切洗个澡之后往上爬的这个动机，但是爬的方式依然决定了后面所有的这一切。5月份武汉国资委投资传闻传出来的当天，季义超在社群里头第一时间辟谣，不是因为传闻不实，而是他不想跟地方政府有任何联系跟任何的绑定关系了。同一个月，3位联合创始人他们飞到新加坡，6月份张涛在新加坡大会上公开宣布总部就设在新加坡。7月8号，原本有120个人的中国团队被裁掉80个人，给的赔偿是 N+3 或者是 2N， 当天通知当天就走人。在这之后就是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清空了微博、小红书，他们的官网屏蔽了中国 IP 的用户，他们删除了跟阿里巴巴的合作承诺，从被湖北日报称之为是武汉光谷展翅的蝴蝶，他把光谷跟所有的这些地方政府扔掉跑路，仅仅只有4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告别仪式，没有解释，没有一封公开信来做必要的沟通。等到中国的残联社记者去武汉光谷实地探访的时候，他们的办公室早就已经一地鸡毛被搬空了。接下来的动作就更快了。8月份，季义超在新加坡的活动上披露说 Manus 的年化收入已经达到了9000万美元。12月份，彭博社报道这个数字已经去到 1.25 个亿，前后只是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们的增长全球最快。Meta 这个时候就闻到血腥味了，从 Meta 第一次接触他们到签下并购协议，谈判只用了仅仅10天的时间。Manus 当时正在传闻以更高的估值筹备新一轮的融资， Meta 他直接甩出支票截胡了，我们不做下一轮融资了，我直接全部买下来吧。所以这个协议签完之后，交割完成的也非常迅速。萧红拿到了 Meta VP 的头衔，团队整体并入 Meta， 从华科校门口的创业到成为 Meta 的副总裁，从武汉光谷到进入硅谷的权力中心，这3个人他们只花了仅仅3年的时间。而就在收购公告发出来的这一天，季义超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对比图，左边是21年前从哈佛大学辍学的扎克伯格，
他在宿舍里头蓬头垢面，而右边是13年前萧红在极为相似的这个凌乱的房间里头，同样是面对电脑屏幕，他没有配上什么文字啊，实际上也的确是不需要写什么了，一图胜千言嘛，对不对？所以在 Meta 跟 Manus 团队看起来，整件事情完成的实在是太顺利太完美了，因为这个时间点也卡得非常完美。仅仅过了1-2周之后，小龙虾 OpenCloud 横空出世，那这个时候 Manus 的估值可能就没有办法用20亿来成交了。但是在北京看起来，这个就是明火执仗的资产转移。同一份文件，同一套操作，两个超级大国，他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陷阱，因为两边的规则互相矛盾。你如果要满足一边的要求，就势必会触犯到另外一边。你在努力向美国证明我不是中国公司的同时，也就在亲手写下一份对于中国监管层来说非常完整的呈堂证供。你每一条符合美国方面的合规操作，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自证其罪。Manus 的创业团队，他们不可谓不精明，但是他们面对的这道题目本身是无解的。大多数创业者，他们在创业的第一天不会知道自己10年之后到底是要卖给哪边的公司。市场可能会变，融资的环境会变，监管的政策会变，那么应对的策略当然也只能够随机应变。所以这个是创业者的一个基本逻辑，某种程度上它不等同于背叛自己的祖国。但即便如此，的确 Manus 这个创业团队，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处理的不够厚道。因为你拿着地方政府的孵化的资源，你裁掉了80个中国员工，你清空社交账号，没有一句交代，这个做法说实话让人寒心。那这件事情没得说，这的确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他们似乎也忘记了，这个精心设计出来的出逃路线图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漏洞，3个创始人的护照都是红色的。很多人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商业纠纷在看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是中国第一次用人身管辖权来阻断一笔 AI 并购，不是罚款，不是封号，不是冻结账户，而是直接寄出了出境禁令，直接肉身拦截了这笔交易。那这个工具的精度跟残酷的程度都超出了普通商业并购的范畴，而且不是一个部门在动，是一次跨部门的联合行动。发改委出面来主导约谈，负责外商投资跟安全审查，也是本次事件的最终裁决者。商务部1月份就启动了技术出口合规审查，这个部门他们管视同出口和出口许可证。网信办他们盯着数据，摩利卡这个插件当时在国内就累积了有100多万用户的交互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后来喂养 Manus 的核心养料。这样一批数据在没有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况底下，就被他们搬去了新加坡，这是一条独立的违规记录。而最后在海关签发出境禁令的是移民管理局。所以4个部门他们协同办案，从投资到技术到数据，在人身限制是一层一层的直接锁上了这个交易。那么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 Manus 呢？我们先说法律。中国手里头有一套法律工具叫做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里面有很多关键概念，只要技术是在中国开发的，不管你的人跑到什么地方，公司注册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是把技术跟代码搬到国外，那这个就算出口，这个就叫做视同出口。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逻辑，你在武汉写下来的代码，你在北京训练的模型，你用的是中国用户的数据喂出来的算法。你把所有这些东西打包搬到新加坡，你注册了一个壳公司，就以为已经逃出了中国的管辖范围了吗？太天真了。商务部的回答非常强硬，公司注册在哪儿并不重要，代码在哪儿写的才最重要。这个就是我说的代码的户口这个概念。但是比代码的户口更加致命的
是数据的系统。Manus 这家公司能够在8个月的时间就做到 ARR 从0到1个亿，它靠的就是它的上下文工程的飞轮。因为这个数据飞轮能够感知到用户的意图，能够规划任务链，自主执行。那这个飞轮转得越快就越精准。那么这个精准度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几百万中国用户的交互数据。你的每一次点击，你的每一条指令，你的每一个被纠正的错误，都是在喂养他们的这个模型。那这些数据是怎么样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跑到新加坡的呢？有没有走数据安全法跟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数据出境的审查？我想很明显是没有的。对于中国的监管层来说，他不仅会看你的代码是在哪儿敲下第一行的，还有就是你的模型是吃什么数据长大的。代码你可以是在新加坡重新开始一行一行的转写，你的代码是可以洗稿的，但是数据你没有办法重新生成。蝴蝶效应公司2025年年中的时候还曾经保留着北京的母公司，那所以这条法律管辖权限的系带没有被完全剪干净。外交官杂志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有一句话写得非常的精准，公司可以搬家，但是技术搬不动。 AI 时代的资产不是工厂跟品牌，而是数据算法跟训练他们的人。而这样一种做法还不是中国发明的，美国比中国早20年就已经在这样玩了。华为当年被拦截过3次。2008年他们想收购美国的芯片公司 Three-Com， 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直接否决掉了。他们想进购摩托罗拉的无线部门，出价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高，但照样输掉了。2010年他们买了 ThreeLeaf， 交易完成了，美国在2011年追过来强制撤销了这笔交易。所以几乎每一次美国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技术是有国籍的，商业交易不存在的，这个是国家安全的范畴。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过去20年这种事情都是美国压迫中国，迫使中国的公司来取消交易，中国那个时候只能够吃闷亏。但是2026年这个是第一次中国反过来也要强制撤销交易，而且中国的工具更加简单粗暴。美国你可能要走漫长的委员会审查，而中国只需要一个约谈，再加上一纸出境的禁令就足够了。美国的外资投资委员会它只能够拦得住交易的生成，但是中国的发改委能够拦住你的肉体。如果我们把中美两边的工具箱都摊开来看的话，其实是一面镜子。 AI 有3个命门：算力、数据和人才。美国卡住了算力它有 GPU 的出口管制，你拿不到最好的芯片。中国现在是要锁住数据和人，数据的出境审查加上出境的禁令，你带不走训练素材，你也带不走写代码的大佬。所以中美两国各掐一头，夹在中间的 AI 创业者是两头都堵。所以本次事件它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说 Manus 这笔交易它最终是死是活，而在于说中国终于补上了一个缺了20年的棋子儿，对于技术外流的反向否决权。而最终举起了刀的这把手叫做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这个就是发改委的下属机构。而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2020年生效， AI 领域它从来没有公开发布过禁令，而对于 Manus 砍下的这一刀是他开张以来的第一单。那么发改委为什么要偏偏拿 Manus 来开刀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高调了，怎么样走路的，怎么样裁员的，怎么样屏蔽中国用户的，所有的做法都非常的高调，全网热议。前面已经说了，关键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每一步都留下了无可辩驳的审查的痕迹，留下了视频，留下了截图，他等于是把如何绕过中国监管，把 AI 技术卖给硅谷的这么一个全过程都全网直播，而且还把这个说明书公开发布，开源了。所以做人还是要厚道一点，你偷偷的跑，偷偷的搬运也就算了，但是你一边搬运一边敲锣打鼓的告诉全世界说
我跑了，而且还跑成功了，而且这个结果还非常的好，20亿美金到手了。Meta 的 VP 这个头衔也非常的亮瞎人的狗眼，那这个就很难办了。想要装作没看到都不行了。而且还有一个时间点上的巧合，2025年10月份，中国签订了网络安全法，新增20条专门写 AI。2026年1月1日生效。商务部启动技术出口的合规审查，恰好就在这个新的条款生效之后不到2周，所以总不能刚刚用法律明确了 AI 这个领域这个技术是要管的，法律上的这个墨迹还没干呢，转头就有人把 AI 的核心技术打包卖给了美国。所以对于北京来说他们的做法不单单是打脸，这个是3耳光。欧洲的中国研究智库他们在报告里说 AI 是中国“15+5”规划的核心主题，自主可控是顶层的目标。所以你把一个由中国培育出来的 AI 代理技术直接卖给 Meta。 要知道 Meta 是 Facebook、Instagram 跟 WhatsApp 的这个母公司，他们这些平台在中国都是被封禁的。发改委看到的不是一笔20亿美元的商业交易而已，他看到的是一次在制度层级对中国发起的一个挑衅的行为。这些就是这2个人在北京被扣押之前的大的背景。3月25日约谈，然后把人扣下来，出境禁令。在这之后就是漫长的33天。这33天里头，媒体一直在反复的追问中国最终会怎么样处理 Manus 的这个交易合同呢？业内主流的判断是附加条件或许是技术许可费，或许是某些算法的模块要留在中国的管辖范围内，或许是数据治理的框架要重新设计，但是整个交易完全被撤销，那这么一个概率被普遍评估是最低的。如果中国告诉全世界中国的 AI 公司永远不可能成功退出的话，那某种程度上看起来是在杀死了创新和 AI 创业的热情。4月27号，这个判断被官方的动作打了一巴掌。发改委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办公室发布了正式的声明，一句话就是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anus 的项目做出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该项收购的交易。不是附加条件，也不是谈判空间，而是彻底禁止。中国的外资审查有3个等级，一个是有条件通过，一个是不通过，还有一个是禁止。而本次是最严的等级，拒不执行会被纳入国家信用的黑名单。那撤销这个动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发改委的要求就是恢复到交易以前的状态。说人话，那这个钱要原路退回，一分不留。数据要全部删除，所有从中国用户那边拿到的训练数据、业务数据、交互的记录 Meta 要出具删除的证明。股权要转回来，把 Manus 的所有权转回中国的团队。派驻在新加坡的管理跟技术人员要全部撤回中国。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时间胶囊一键要恢复到之前的某一个备份。但现实当中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因为这里头有一个在物理上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问题，相当于是把已经煎熟的鸡蛋，你要硬生生变回一个生鸡蛋的状态。Meta 的律师团队他们在尽职调查期间肯定已经认真读过了 Manus 的核心代码跟他们的算法，这些技术上的细节一旦进了这些人的脑子里头，实际上你是删不掉的。一份数据删除的证明其实什么都证明不了。理论上来说 Meta 它是可以硬扛的，乖乖撤回这笔交易，某种程度上等于自己承认了这笔20亿美元的买卖从一开始是有问题的。所以 Meta 的初始回应就是交易是完全合规的，我们期待调查得到合适的解决。这些是法律的语言，也是小杂律师团队的意见。但是北京给了数周的期限，强硬要求把钱退回来，把数据删除，人员撤离，恢复原状，做不到还有可能会追加罚款。而腾讯跟真格等等中国的投资方立马就表态要配合， Meta 也没办法硬扛很久，
华尔街日报已经报道说 Meta 正在准备撤销收购的交易，扎克伯格他准备要配合中国方面的动作。那这个转变非常的快哈，毕竟小扎他一直在眼红中国的市场，而即便目前他旗下的很多网站在国内是被封禁的，但是 Meta 每一年来自于中国广告主的收入超过180亿美元。中国的出海品牌要触达全球用户，只能够在 Meta 的平台上投广告，更何况这样一笔交易其实对于华盛顿，对于这些政客来说并不受欢迎。当时收购的公告发布之后， Meta 的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下跌，市场给出来的判断就是扎克伯格他多花了很多钱，但却给自己买了一个大麻烦。所以本次发改委的强硬禁令某种程度上来说反而是帮了 Meta 一个大忙，这笔账对他们来说怎么算都不亏。而且还有一个时间节点可以留意一下，北京设定的撤销期限恰好是在特朗普与习近平5月峰会之前，在两国领导人坐下来会谈之前，先把这些可能的麻烦清理干净。那判决已经下来了，但是还有3组人他们还没有答案。40名核心工程师他们在新加坡，撤销令要求派驻人员全部撤回，技术控制权全部收回。留在新加坡的这40个人昨天还是 Meta 的员工，今天这个身份变成了什么？是不是意味着马上要收拾行李回国？还没有答案。然后就是肖红跟季义超，北京方面需要的是一个交代，你技术是怎么样处置的，数据怎么样能够处理好，以及一个让所有人都看到的范式，你想走可以，但是你得按照规矩来。这笔交易被整体撤销之后，这2个人他们是会被恢复出境的自由，还是会怎么样？当然我觉得他们不至于走到刑事起诉的阶段，但是我觉得不等同于说不可能，因为出口管制法写得清清楚楚，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而第3组人是中国的 AI 创业者，尤其是在新加坡的那批人，那这个才是整个故事里头最大的这只蝴蝶。新加坡现在有超过1000家 AI 创业公司，抖音在那儿，西音的总部也在那儿，还有一堆的中国 AI 公司也在那儿。他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同一条路线，在中国做研发，在新加坡注册一家公司，然后想要融来自于美国的钱。Manus 帮所有这些人测试过一遍退出路线了，结论就是这条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不是公司的架构问题，公司架构来自于专业律师团队的支持可以做的天衣无缝，真正的漏洞在于创始人本身。只要你还是中国公民，只要你拿着中国的护照，一通电话就能够把你叫回来。新加坡的壳公司可以保护你的生意，但是保护不了你的身体，而且这个甚至是追溯性质的。Manus 的技术迁移发生在2025年6月份，中国的审查在2026年1月份才启动，中间间隔了7个月时间，也就意味着说，你现在坐在新加坡，你觉得你的生意是安全的，但是在2-3年以前，在你把技术搬出中国以前的那些操作，随时有可能被翻出来秋后算账。更要命的是什么呀？是新加坡这个安全港本身也开始漏风了。美国在追查 AI 芯片通过新加坡的非法转运，而中国在追查技术的转移，两个大国同时都盯上了新加坡。分析人士说，新加坡从启动台变成的是过滤器。对于那些还拿着中国护照的 AI 创始人，技术来源可疑的公司，以前新加坡是张开双臂表示欢迎，但是现在新加坡要开始挑客了，要减少自己将来的麻烦。所以您看到了吗？对于这些 AI 创业者来说，现在是三面围堵。中国这边是在堵人，美国这边在堵芯片的技术，新加坡在中间左右为难。而这些创业者，他们到底应该往哪边跑路才合适呢？有人说还有一条路，就是彻底放弃中国的国籍，来彻底切断所有的法律关联。但是这个代价你要自己掂量一下，意味着什么？你回不了国，你的父母生病没办法去探望，你的户口要注销，中国的一切社会关系要清零。即便所有这些代价你都愿意接受，这条路也并不保险。你放弃了中国的护照，
但是你的代码那个时候还是在中国写的呀，你技术的户口迁不了，算法的血缘断不了。刚刚已经说过了，法律会回溯过往来追究的。所以在后 Manus 的时代，中国 AI 创业者的出海路径被压缩成只剩下2条。第一条是肉身先行，最佳的做法就是创业者本人他先移居海外，先拿到绿卡，甚至是先拿到国籍再说。你创业的第一天，你就直接在硅谷或者是新加坡写代码，绝对不碰中国的数据。整个团队从 Day One 开始就是海外团队，投资人还会要求你做无尘室的开发，所有的工作沟通只用英文，代码库里不能有任何来自于中国的痕迹。但是代价非常的明确，首先你放弃了中国最大的优势，比如说充足的软件工程师、便宜的人力资源的成本跟海量的数据。一个高级工程师在新加坡的年薪300万，在武汉只要100万，而这个优势是 Manus 这种公司它能够成功的关键，也是他们被诟病不被同情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点你要留意一下，在当今主要移民国家，他们的这个移民政策都在不断收紧的当下，你要那么容易拿到一个新国家的国籍，这本身就存在非常多的不可控的因素。而且即便你一切顺利，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也就意味着这几年的时间 AI 的发展一日千里，你有可能会错过很多创业的机会。第二条是透明合规。那如果你已经创业了，而且你所在的 AI 领域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的确可以尝试主动咨询商务部，不是偷偷的跑路，而是光明正大的走出去出海。那当然代价也很明确，整个过程要完成的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长，也可能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机会成本，而且商务部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会批。2条路都非常的艰难，但是走这2条路的人，他至少不会被叫回北京去开会。Manus 走的是第3条路，最快、最省事儿、利润最高，但是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我们还记得当时极目新闻的标题吗？他们说 Manus 的成功是武汉的 DeepSeek 时刻。2025年，中国的 AI 走出了2条截然相反的路。DeepSeek 选择让自己变成是全球 AI 的基础设施，你没办法禁止它，因为所有人都在用它。Manus 选择让自己变成了是一个可以被卖掉的商品，但结果发现商品的原产国不同意出口。这不是2家公司的命运，这个是中国的 AI 在全球化十字路口的2条不同的注脚。但是这个 AI 的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市场不等人。在 Manus 案焦灼的几个月时间里头，中国的 AI 大模型全球流量的份额翻了倍。质谱、月之暗面、DeepSeek 他们各自都冲到了全球的前列。Manus 哪怕今天这个交易的禁令撤销，哪怕今天这几位创始人就可以自由出境去硅谷，但是光谷蝴蝶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做了。但是对于哪怕是 Meta 来说，今天的 Manus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一条路径是用技术本身的力量来穿透壁垒。当你的技术好到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时候，当你的产品便宜到全世界都离不开的时候，管辖权跟出口禁令都是废纸。而另外一条路径是用公司架构的这个技巧想要绕开壁垒，但是当你的把戏被看穿的时候，法律就变成了铁窗。DeepSeek 走的路它未必适合所有的 AI 创业者，因为不是每一家公司他们都做得了基础模型的研发，也不是每一个赛道都能够开源。但是至少 Manus 走的这条路已经被证明了，在当下这么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底下，中国研发、新加坡换壳、美国变现这样一条非常完美的流水线，恐怕现在开始是走不通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反问，关上这扇门的同时，最顶级的 AI 工程师他们会怎么选？如果他们在国内创业融不到美元，没办法卖给外资的话，这条退出的路径被堵死，对于他们来说，最后的选择
会不会有可能会被逼直接移居硅谷呢？那么加入 OpenAI、Google， 甚至直接去自己创业呢？所以这种情况就不叫资产外流，叫人才外流。出境的禁令它是管不住这件事情的，你可以堵住带着钱跑路，但是带着聪明的大脑跑是完全不同的逻辑。我们刚才说了 AI 有3个命门：算力、数据和人才。如果禁令导致中国的 AI 人才外流，那么这个副作用也同样是不容小觑的。萧红的悲剧不在于说他爱不爱国，而在于说他看错了时机。他以为自己还在2015年，产品好，谁的钱都可以拿。但是在2026年的当下， AI 它不再是普通的生意了， AI 是军火，但军火是不讲自由市场的。留给所有中国创业者的问题，不再是怎么样跑出去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能够强到不需要跑。我时常在想，季逸超跟萧红他们在回国的飞机上到底在想什么？也许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例行的谈话，很快就可以回新加坡。或许是因为刚好可以顺便探望一下在中国的爸妈。这2位都是聪明人，他们犯了一个自以为不会犯的错。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 Meta 的支持，估计在回国之前也曾经咨询过律师团队。最坏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在北京多待1-2个月而已。但是让我感慨的是，那些在媒体的报道当中没有出现的那些人。在新加坡的40个工程师吊在半空里面，他们在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答案。在武汉被裁掉的80个人，他们拿着 N+3 的赔偿金，不得不重新投简历。但是经济下行的这个周期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的艰难。AI 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此刻他们正在翻查自己2年以前把技术搬运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把柄。有一些人他们本来在想要不要去新加坡试试看，但是现在他们直接把机票退订了。2025年12月1号 Meta 收购公告发出来的29天以前，季逸超他参加了一期播客访谈，3个半小时的时间，他聊自己浏览器创业的经历，他吐槽 AI 圈子的偏执创始人，他解释去新加坡只是合规的需要，顺便也否认了跑路的这个传言。我有时候在想，萧红跟季逸超此时此刻当他们坐在北京的某个酒店房间里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20多亿的美元还在银行账户上，但是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要退回去。本来已经完全煮熟的鸭子终究还是飞了。Meta 副总裁的这个新的名片还在口袋里头，护照跟机票还在手里面，但是已经出不了境。这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全球化套利的时代，中国的科技创业有一套大家都懂的套路。在中国用便宜的软件工程师做研发，用中国用户来验证产品，服务全世界的客户，然后离岸注册公司，去全球融资，最后把公司卖掉，自己变现。整套流程支撑了一整代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但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代码有了户口，算法有了血统。你以为你的技术没有国界，但是写代码的人他是有国籍的，训练 AI 的数据是有出生地的。未来不单单只是在 AI 的领域，自动驾驶的数据、生物制药的算法、量子计算的框架，任何这些被喂养中国数据长大的东西，他们迟早都要面对这道门槛。 Manus 它只不过是倒下去的第一张骨牌。在以前你可以扮演是世界公民，公司在开曼注册，人在新加坡，技术卖给美国，这样的创业成功的路径很香。这样的创业者有好多好多，他们可以在3个法域之间的缝隙里头自由穿行，不受制于任何一方的完全管辖。但是很可惜，现在这个缝隙被堵上了。从今天开始，你得选哪一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选。因为如果你自己不选，两边都会替你选。而相信我，别人替你选的那条路
你不会喜欢的。我是艾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